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2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推动电动车发展核电已摆在桌面上。渥太华的最新预算可能会提振加拿大的电动汽车拥有量，但总理表示，作为该国清洁能源转型的一部分，核电摆在桌面上。周一，特鲁多在维多利亚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在此期间，他在上周的联邦预算中吹捧了新的绿色投资。2022年的预算除了鼓励购买零排放电动汽车和充电站外，还扩大了零排放电动汽车和充电站的可用性。联邦政府规划扩大现有的一项计划，该计划为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高达5000加元的补贴，以帮助购买，并将引入强制性销售目标，要求到2026年销售的所有车辆中有20%是电动汽车。特鲁多说，销售目标计划在未来几年将扩大，到2030年，60%的汽车销售是电动汽车，到2035年将达到100%。渥太华还将在5年内投资4亿美元，以扩大充电基础设施。然而，当被环球新闻问及加拿大实现其国内和国际排放目标的道路是否包括核电时，特鲁多说，核能绝对摆在桌面上。更高利率会刺破加拿大房产泡沫吗？许多专家认为，加拿大正处于房地产泡沫之中。今年2月，加拿大房屋的平均价格达到816000加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20%。对于一个已经很火爆的市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房价在2021年上涨了20%以上，几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金融邮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牛津大学加拿大经济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该研究预测了将会有24%的回调。该研究的作者说，即使在去年，房价也超出了加拿大家庭中位数的借贷能力。他们说，今天的情况要糟糕得多，市场最早可能在2024年崩溃。这确实可能成为现实。但仅有一个因素不太可能冷却房地产市场，那就是更高的利率。虽然较高的利率阻碍了借贷，但其影响可能被其他因素所压倒。而今年，这些其他因素意义重大。更高的利率可能不会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原因是，人们不愿抛售其手中的房产。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加拿大的住房存量实际上正在快速增长，但人们并没有急需出售房屋的意愿。这种行为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正在利用他们目前的租赁物业收入来支付房屋的按揭贷款。租金和房价一样，正在上涨。因此，更高的利率可能不足以冷却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行为。如果租金上涨超过利率，那么购买出租物业仍然是值得的。更高的利率甚至有可能会阻止人们出售房屋。如果您出售拥有的房屋，则无法获得全部投资收益，因为您通常必须为其支付资本利得税。因此，如果有人卖掉了房子，很可能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再次借贷，以购买另一所房屋。这一事实实际上可能会使住房供应待受供应，而不是库存保持在低位。银行在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经济中的主要抵押贷款机构，他们决定了可供借贷的金额。针对银行的政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冷却房地产市场，这对银行不利，进而也会损害加拿大股市。油价飞升，德国、美国通胀率暴涨。美国劳工部最新数字显示，今年3月的消费者价格同比增长8.5%。创下198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能源、房租、食品价格上扬。而在德国，3月的同比通胀率也达到了7.3%。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国今年2月的消费者价格同比涨幅已经达到了7.9%。随着2月底乌克兰战争爆发，3月的通胀水平进一步被推向新高。
在一系列因素中，能源价格首当其冲，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18.3%。而即便刨除了能源和食品，美国其他商品的价格今年3月也达到了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 6.5% 的水平。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美联储制定的同比 2% 之目标。该机构暗示将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手段抑制通胀。市场人士预计，美联储今年内将至少升息2个百分点。德国物价今年3月也因飞升的能源价格而全面暴涨。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12日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3月的同比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7.3%， 显著高于2月的 5.1%。上一次出现如此高的通胀率还要追溯到1981年秋天的西德。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字，今年3月，轻质取暖油价同比上涨 144%， 汽车油费增加 47.4%， 天然气价格上涨 41.8%， 电价、煤价也在快速上涨。若扣除能源因素，通胀率则会是 3.6%。和美国的情况相似，食品价格上涨也为通胀率走高做出了重要贡献。3月常用食品价格同比增加 6.2%， 明显高于2月份的 5.3%。尤其是食用油脂和新鲜蔬菜，同比涨幅高达 17.2% 和 14.8%。消费者价格上涨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负担。根据德国邮政银行3月底委托进行的一项 YouGov 调查结果，德国国内约有 15.2%， 占1/7的成年人难以支付生活费用。在1月份所做的比较调查中，其比例尚为 11%。在2144名受访者中，有2/3的人表示，因价格上涨，他们减少了消费。在能源价格上涨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已就减轻消费者负担的第2个一揽子计划达成一致，其中包括规定能源统一价格、降低燃料能源税3个月、资助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经济学家目前预期，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今年总体通胀率将超过 6%。普京说，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已死。路透社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这是他在1周多的时间里首次公开评论俄乌冲突，并发誓他的军队将获胜。他认为西方制裁未能让莫斯科屈服。普京表示，迄今为止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基辅通过提出他所说的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虚假主张，并要求安全保证覆盖整个乌克兰，使和平谈判脱轨。当被俄罗斯航天局工作人员问及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否会实现其目标时，普京说：“绝对可以，我一点也不怀疑。俄罗斯将有节奏的、冷静地继续其行动，但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使美国在冷战后建立的单极国际秩序的瓦解。”普京说，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战斗，因为他必须捍卫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居民利益，并防止其前苏联邻国成为反莫斯科敌人的跳板。普京驳斥了乌克兰和西方关于俄罗斯犯下战争罪的说法，称其为假货。他已经告诉西方领导人，要考虑一下美国对叙利亚城市拉卡 Raqqa 的破坏。拉卡是前伊斯兰国哈里发，事实上的首都，以及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你见过这个叙利亚城市是如何被美国飞机炸成瓦砾的吗？甚至尸体在废墟中躺了几个月，没有人在乎，没有人注意到。当西方在叙利亚进行挑衅时，他们描绘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没有人出来反对。事实证明它也是假的，这和布查一样是假货。普京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本质上是同一个民族，他将这场战争视为与美国不可避免的对抗，他指责美国通过干涉其后院来威胁俄罗斯。普京补充说，我们不想被孤立，在现代世界中，任何人不可能严重孤立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全球华人及时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下期不见不散哦。